大雄一夜间成了岛主，要分给静香一个大别墅，但却只给胖虎和小夫一个厕所那么大。难道这就是兄弟如衣服，女人如手足吗？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，莫过于零花钱就放在你面前，却已不是原来的数量。这事儿忍不了，必须抗议。可爸妈貌似更上火，全家都在为了房租而吃土，就因为这块土地不是自己的。按大雄的脑回路，当然是问蓝胖子要造土地的道具了。可是就算有，造好了要放在哪儿呢？空地吗？连大雄这种脑子都知道这是自找没趣。不过这倒启发了蓝胖子，陆地上已经人满为患，但海洋上还有无限可能。比如说造一座新的岛屿，大雄完全听不懂，但他表示我不懂，我骄傲。蓝胖子只好自己解说了。地球内部滚烫的岩浆自海底喷发后，遇到冰冷的海水就会凝固堆积，最后形成火山岛。大雄的理解能力也就仅限于此了，再讲下去，喷发的可能就不是岩浆，而是大雄的脑浆了。爸妈还在为了房租的问题长吁短叹，可大雄的牛逼已经吹上了，有我在，房租不再愁。然后就和蓝胖子实地考察去了。事实上，他连火山带是什么都搞不懂，但干就完事儿了。蓝胖子也是个马大哈，带着大雄一个信仰之跃，差点淹死才想起来他俩的人设是旱鸭子，用上空气栓和深海乳霜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会游泳了。万事俱备，两人再次潜入海中。大雄没兴趣听蓝胖子的解说，直接开冲，险些没在海沟边上刹住车，这要是掉下去了，这集就变成海底2万里了。蓝胖子刚要科普，大雄绷不住了，你以为解释了我就能听得懂？蓝胖子只好拿出岩浆探测器，开始和大雄一起寻找岩浆。岛还没个影子呢，大雄已经开始幻想土地分配和起名的问题了。既然和胖虎小夫兄弟一场，分给他俩厕所那么大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静香毕竟是媳妇儿，给1000平方米也不过分吧。接下来就是名字了，叫大雄岛对蓝胖子好像有点不够意思，那是叫野比多拉岛还是多拉野比岛呢？大雄陷入了选择恐惧症之中。大雄的体力和耐力都燃尽了，还是没找到岩浆。宝宝累了，宝宝走不动了。还好蓝胖子没走2步，岩浆探测器就鬼畜的叫了起来，终于找到了。蓝胖子安装好强力熔岩机，然后一路狂游逃到了海面上。喷发的岩浆带动海水越升越高，两人带上竹蜻蜓躲得远远的，见证了火山的初步形成。晚饭时间，大雄又忍不住在爸妈面前吹了一波野比多拉岛，妈妈还以为今天的饭给咱娃的脑瓜子吃坏了。蓝胖子一开口，爸妈才相信了这件事，这还真是亲生的呀。第二天，大雄一张小嘴到处叭叭，先是给胖虎和小夫画饼，让他们把他伺候的舒舒服服的，然后又把老婆哄得心花怒放。大雄回到家，发现野比多拉岛已经上新闻了，两人立马动身。果然，这座火山岛已经完全冷却成型了。他俩还没高兴过3秒，就发现岛屿早就被各种企业盯上了。大雄和蓝胖子不乐意了，岛主在此，你们速速离开。可政府人员突然空降，宣布这座岛屿属于日本国土。蓝胖子他们再怎么样也不能和国家争土地呀。回到家，面对满心期待的爸妈还有小伙伴们，牛皮吹破的两人彻底束手无策了。到底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建造真正的无人岛呢？小伙伴们有建议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从蓝胖子那儿弄了一个可以一心二用的道具，不仅可以边走路边做作业，甚至连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做作业。但多行不义必自毙，道具有了智慧，扬言要毁灭世界，那么他们会成功吗？大雄边做作业边看恐怖片，结果却把自己吓得够呛。再看看大雄的作业，熊熊，你这是在鬼画符吗？妈妈的小暴脾气一下子就窜了上来，你成天混是想长大了以后吃土吗？大雄来到蓝胖子面前抱怨道，啥时候才能学会一心二用啊？蓝胖子一听嘲讽道，你不是已经把一心二用练到大成了吗？你可以边看漫画边抠鼻子，还可以边睡觉边抠鼻子，甚至连吃东西时你都要抠鼻子。知大雄者，蓝胖子是也，但大雄要的是那种看起来贼拉风的一心二用。蓝胖子本不想借大雄道具的，但扛不过大雄巴拉巴拉的啰嗦啊，那就用这个吧，迷你头。只要把这个戴在手脚上，然后下达命令，手脚就会按照命令照做。大雄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给我做作业。蓝胖子直翻白眼，就知道大雄会把道具用的这么另类。大雄又觉得房间太热，于是给右手也装上了迷你头。厉害了我的大雄，学习乘凉两不误啊。蓝胖子也不忘吐槽，也就偷懒时你脑子转的比谁都快。这时妈妈喊大雄出去打酱油，大雄突发奇想，又给双腿也装上了迷你头。于是街道上就出现了边走路边做作业边睡觉的全能型大雄。路上还碰到了静香，大雄还炫耀的把作业拿给静香看，结果没一道题是对的。大雄气呼呼的跑回家跟蓝胖子吐槽，这东西咋比我还笨呢？
连个3长1短选1短都不会。蓝胖子这才想起来，因为迷你头只是个手脚辅助器，所以只加了一点点智力因子。大雄一听就不乐意了，人家可是要用这个应付老妈和老师的呢，快多加点智力因子。然后大雄又过起了手脚并用的生活。作业完成后还会主动叫醒大雄，大雄连忙打开作业本，1加1等于2， 2加2等于4，哇哦，全做对了耶！晚上妈妈来到大雄房间，看到被完成的作业，感到很欣慰，但作业本的最后一页却写着这是最后一次。深夜，本来在被窝里睡得正香的大雄，却忽然在书桌前醒来，手里还握着智力因子。但马大哈的大雄只是认为自己在梦游，重新躺回被窝时，迷你头闪烁出了恐怖的红光。第二天，大雄依然想把所有事情都拜托给迷你头，可迷你头不仅不工作，还警告起了大雄，我们才不要给你这个二愣子做小弟呢。随后甚至吃了更多的智力因子。大雄想逃跑，可是手脚已经不听自己使唤了，就连想上个厕所也要被耍，还要低声下气的求迷你头。出了厕所后，迷你头甚至控制起了大雄，抢走了蓝胖子的食物，就开始一顿吃。护食的蓝胖子一看食物被抢了，呜嗷一嗓子就冲了上去，可结果还是输了。迷你头控制着大雄来到路上搞起了事情，掏出毛毛虫吓唬静香，吓唬完撒腿就跑，然后又一把夺过胖虎和小夫的雪糕喂给迷你头吃。本以为胖虎会当机立断给大雄一顿教训，但胖虎却惊吓道，哎呀妈呀，脸成精了。蓝胖子为了救出大雄紧随其后，但迷你头控制着大雄来到房顶，并威胁蓝胖子再靠近就把大雄扔下去。觉得还能更聪明的迷你头吃掉了所有的智力因子，他们有了一个更宏伟的计划，统治地球，支配人类。但突然迷你头开始扭曲，原来是因为智力因子吃了足够多，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然后就变善良了。这个转折转的陆墨都有点接不住啊。而后的大雄因为拥有手脚并用的能力，成为了小镇中同时可以服侍4人的金牌小保姆。如果你们也拥有这个可以一心二用的小道具，你们最希望同时做哪几件事情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哟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要收了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蓝胖子不仅跟老妈举报大雄玩坏了家里的电熨斗，还侮辱胖虎是个音痴大猩猩，然后甩锅给大雄，说好的朋友一生一起走，蓝胖子为何疯狂卖队友？老爸虽胖，但家伙事儿却很齐全。人还没出发，老爸已经开始脑补翻山越岭啥的都不在话下。可在老妈的印象中，老爸应该脸黑的落得一身伤才对。老爸瞬间血压拉满，气得一跺脚，结果还没出发已先负伤。为了老爸的尊严，蓝胖子拿出了厄运贴纸，只要一贴就可驱散厄运。但爸妈表示，建国以后杜绝封建迷信，既然没有说服力，只能让大雄来当小白鼠了。谁让大雄和老爸一样倒霉呢？第二天，大雄要出门上学了，才想起来有汉字考试，又只能和往常一样裸考了，这下铁定0分了。蓝胖子表示，请相信未来黑科技。说是这样说，大雄拿到试卷的时候脸色铁青，感觉人已经在断头台上了。忽然厄运贴纸金光万丈，全班的试卷变成了白纸，考试只能取消了。考试取消，小伙伴们一个比一个高兴。那么小伙伴们，你也怕考试吗？大雄觉得这个厄运贴纸超好用，但能不能帮到老爸还很难说，因为他刚才又倒霉了，走个路也能被溅一身水。既然如此，就只能再次献祭大雄了。蓝胖子直接出手，老妈，家里的熨斗是大雄给玩坏的。眼看化身地狱恶鬼的老妈就要收拾大雄，门铃响了。有哪个女人可以扛住收快递的诱惑呢？可快递竟然送错了，老妈追了出去，警报就此解除。拖泥带水的老爸也赶回了家，换了身西装又出门了。不小心踢到的一块小石子却引发了蝴蝶效应，老爸踩着保温杯直接跟墙亲密接触，结果又弄脏了衣服。老爸的倒霉程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，这样的话就得再委屈大雄一次了。蓝胖子又下黑手，哎，前面那位阴吃大猩猩，然后让大雄背黑锅。被点中怒血的胖虎不是大猩猩胜似大猩猩，追着大雄要把他打得生活不能自理。大雄沿着坡跑下去后，一位小哥推着推车出现了，整个人搭在推车上光速下滑，最后像倒栽葱似的扎进了卡车后面的土堆里。大雄本想趁着胖虎在吃土赶紧逃，蓝胖子却抓住了他。胖虎又一次开启了大猩猩模式，追了上来，举起拳头就要招呼在大雄脸上。突然半空中掉下来一个安全帽，质量还贼棒。这下胖虎真的拥有砂锅大的拳头了，痛得他哭着回家找妈妈。老妈本还想就熨斗的事儿训大雄一顿，一个电话又让他不得不放弃。现在两人对厄运贴纸已经完全放心了，但爸妈还是觉得心里慌慌的。贴好厄运贴纸，备好装备，老爸出发了。虽然老爸斗志昂然，
可没走几步，肚子却突然生疼的，只能跑回家蹲坑。这算哪门子的逼饿呀？解放完后，老爸精疲力竭地躺在客厅里。这时，电视上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：由于天气巨变，老爸原本要去爬的那座山上狂风大作，要不是老爸因为肚子疼没去登山，现在可能就生死未卜了。原来这就是逼饿贴纸的功效啊！只是大熊不可能永远贴着它，老妈和胖虎还会不会找他秋后算账呢？